哦，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男生想投机倒把，借用独立女性这个理由，在两性关系里面占便宜，然后推卸一些责任，少付出。但逻辑上，一个男生说他喜欢独立女性，也希望你是独立女性，是没有毛病的啊，你没办法从这句话当中挑错了。所以口头上是一种动机，实际情况可能是另外一种动机，但是这两种动机恰好落在了同一句话上，就是喜欢独立女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当有迷惑性的。我喜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刻的剖析一下这句话啊，看看是否值得你去纠结，以及该怎么反击。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独立在搞对象这件事情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总结下来，无非就3点：经济独立、生活独立、情感独立。那么一个女生足够的独立的话经济上她不用男生为她花什么钱，生活上什么都能自己做，也愿意做，不用男生总是去扛水扛米修电脑情感上她不会粘人，不需要经常去哄，也不需要男生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而如果恰好男生的动机就是我不想付出这些，而女生又确实够独立，那么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合形式。但很可惜的是什么？这种形式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上，实际情况中会有一个严重的 bug， 就是一个人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独立，就是说不像朋友或者工作关系吧，可以做到分明。恋人之间的经济生活情感是错综复杂，也算不清的。代入一下，我即便自己能力上能做到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但情感上怎么，我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出一些力嘛，你起码得参与参与嘛。而当我们被贴上独立的标签之后，那个拧巴的情况就出现了，似乎所求对方的付出就变成了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一个自私的人可能会很善于利用这一点，在口头上表达自己喜欢独立女性，然后在行为上摆烂就经济生活情感上，我不出力，我不负责，就很不地道了。那么难题就来到了男生这边所以说男生不该喜欢独立女性吗？不该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女朋友独立吗？当然也不是而且我会说，我还是会喜欢独立女性，但关键在于独立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对独立的定义其实非常模糊，不同的人可能不一样，而且大部分人又说不明白，这点很重要。这么说吧，我个人会希望一个女生不是非得靠着我去养着，要我事无巨细的照顾每天陪着哄着才能过得下去。注意，我说的是不需要，不是不可以和不应该不需要的意思是，她没有我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男人也都能够自己过得下去甚至过得不错。而如果我不在她的生活就变得很糟糕，那我确实会鼓励她变得更独立一些。原因其实就是世事无绝对，万一哪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以及退一步讲，万一哪天我发生了变故，比如我工作丢了我腿断了，我出柜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我不用去过于担心他怎么生活下去，我不会觉得是我遗弃了一个连正常生活都有问题的人，从而产生过度的愧疚。这个时候他越独立，我越放心，当然也越轻松了这是为我自己考虑，但也是希望他真的过得好我觉得这两种心态是可以叠加出现的，所以我会说，我喜欢的独立是这样的，他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但不是说他不可以需要我，不应该依赖我。在这个基础上，男生在给予经济生活情感上的支持，女生也收下这些，是不影响他独立的。这是我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对独立的定义，相信也是大多数人的。所以回过来，女生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首先，独立是一个非常棒的能力，不管男人喜不喜欢，女生追求独立都是没错的。如果独立的定义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给予自己保障，那其实这和谈不谈恋爱、有没有对象无关。说到这里，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坏心思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一个男人和你说喜欢独立女性的时候，你去反问他，你对独立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宕机，因为大部分女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回答是的。其实这样就是默认的把标签给贴上了。而反问回去你对独立的定义是什么？这其实就把贴标签的这个动作打断了。所以这个时候主动权不在他身上，其实在你身上。然后他可以回答或者聊几句嘛怎么才算照顾自己怎么才算有保障？能不能举个例之类的？他会给出答案，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所以这句话我甚至不算什么话术它就是帮助你不要稀里糊涂的
被这个标签贴住，即便要贴，也把这个标签写清楚。如果你认同他的回答，在后面的时间里面，时不时的看一下对方是否言行一致就可以了。而如果他的回答你不认同，那你可以直接告诉他，哦，我们对独立的定义不一样，这样既没有让他得逞，也不会显得我们很有攻击性了。如果说的很复杂，你不知道该怎么判断，那么我建议只需要看一点，就是他是否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你的。所以这样讲下来，原理和方法都很简单，并且我反思下来啊，女生当然可以选择不去向男生索取，但在情感里面接受对方付出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带什么心理负担，这不影响你们独立，也不影响感情，这反而能够证明两个人是相互信任、足够相爱的，不是吗？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独立这个词的初衷，就支持和倡导女生独立，本质是为了让女生拥有更多的权利和选择，而不是给某些人一些鸡贼的机会，打着支持独立的名义去占女生便宜，甚至从女生身上牟利了。